哟，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ckson。今天来跟你们分享一个很好用的产品，就是这个 Magin L508雷达尾灯。OK， 走，进入开箱 ，Go。OK， 这个就是它的盒子 ，Magin L508雷达 Light。它是长这样子的。OK， 可以 support ANT Plus、Bluetooth、防水 IPX7， 还有16个小时。这就是它的里面的配套的东西。它可以连接码表，可以连接手表，或者是 APP， 就是你的手机。好，我们现在就开起来看。这个就是它的灯。哇哦，很漂亮，很精致，有一点反光。然后里面还有包括它的架子。一个 Type-C 的充电器，还有一条绑着这个雷达尾灯的绳子，跟3条塑胶不一样的长度，跟一个这个 menu。现在我们就来打开看它有什么function。按着99。呀，其实它这样现在已经是打开了的。你注意看Magin旁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灯在闪烁，其实它已经打开了的，但是它只是打开雷达的function而已。如果你要用雷达跟尾灯一起用，你就按多一次，它就会有出这个灯光。这个是常亮，这个是会闪烁，这个是慢性闪烁。这个是亮着的低灯，这个就是循环灯。再按多一次，它就把灯关掉，但是雷达还是在开着的。OK， 现在就把我们这个雷达尾灯加进去我们的码表里面。首先第一步，雷达尾灯一定要打开先，然后再进入我们的 setting。OK， 去 sensor， 进去里面。OK， 我们下面 add。然后就把它放在旁边，它就会 search 它，已经 search 到了雷达，这是 ANT Plus 的，然后我们就按 Save。OK， 就这么简单，所以雷达尾灯已经把它加进去里面了。然后在外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它的 logo， 说它已经连接了，就这么简单。OK， 这两个就是它的架子啦，就是要把它放在脚车上面的。它的这个跟我们的码表的座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在后面再加一个塑胶，然后它的塑胶是 design， 不管你是什么的 seat post， 就算是 aero seat post， 它也是能直接装上去的。这个 design 就是一体，可以用很多种，就是这两个这样子放上去，就这样而已，就把 seat post 放上去，后面这个只是旋转式，放进去转。啪一声就已经装上了。然后这里就用塑胶把这个后尾的这个角就把它套着你的 seat post 勾着，就这样简单。什么是雷达尾灯 ？OK， 这尾灯就是后面的灯啊，就是让人家可以看到咯。雷达就是说它里面会有雷达的 sensor， 然后当我们在骑行的时候，有车靠近我们的时候，它会 sense 到那辆车，然后在我们的码表里面给我们 signal， 给我们知道后尾有车跟着我们，
或者后尾有车已经要来这了。OK， 所以如果你时常一个人骑车的，像我这样的话，这个你一定要买，一定要买，真的是很好用，很好用。没有用过的时候呢，不觉得怎么样，当一用上的时候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是很安全啊，你会骑得很安心。后面一有车来，他就跟你讲；一有车来就跟你讲，你不需要一直回头看，然后你只是在码表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诶，后面有几辆车过来了啊，有多靠近你呀，这样，所以你骑到很安心啦，安全第一。然后它的距离可以 send 到140米的车，当那个车靠近你140米的时候，它就会 send 到了，它就会响了，你的码表就会响，让你知道这个车距离你140米，然后慢慢靠近，慢慢靠近，你的码表就会显示。然后它的 Y 呢是可以 send 到40度这么广，就算那个车在旁边，还是会 sense 到的，只要它在你的范围里面40度。140米里面，它都会 sense 到。还有，不管你在用什么模式的情况下，就算你只是用雷达模式，没有开灯的话，当它 sense 到有车来的时候，它的灯会自动闪的，它会闪，让对方可以看见你啦。所以是很安全。然后当你你要停车的时候，你 slow down 的时候，它也会闪着亮着，给后面的人知道，哎，你要停了啊！这个是它很好的方面啦，它的 sensor 真的是一级棒 ，good。OK， 还有这个充电呢，只需要大概充3个小时，它就会满了。然后你可以用到16个小时。如果你只是单单用雷达的方向，你没有开它的灯的话，你可以用到16个小时，所以是很够用，一个骑行是很够用的啦。或者你开着灯，再加雷达2个一起用的话呢，我试了大概3个月这样，大概7到8小时不是问题。所以在你一次的骑行长行200 km 里面，你这样骑7、8个小时，其实都还是很足够用的，是没有问题的，它不会说突然间断电，没有。OK， 我试了，所以很好啦，不错啦，可能是新啦，可能以后旧了之后 battery 就没这么耐了啊。还有，当我们没有用它的时候，放在脚车，我们停下来去吃东西的时候，它5分钟左右它会自动 shut down， 也不算 shut down 啦，它是 standby mode 啦，只是停着，然后它不会再亮，不会再方旋了，只是一个 sleep mode。然后它当你一骑脚车，你一动的时候，它就会闪回，就会开启回，所以是有一个省电模式在啦，很好啦，这个功能，我给美金一个赞 ，good。因为这种又有雷达又有灯的 device 哦，我们有时会忘记去关掉它嘛，尤其我们吃东西就停了，脚车就下去了。这种话，你就可能你吃一个半小时，你就浪费了半小时嘛，所以尽量有这个方向的话是最好啦，因为它会帮你省电哦。OK， 现在我就来示范怎样 update 你的雷达尾灯。首先，我们要先下载这个 Magin Utility 的 APP， 把 APP 打开。OK， 这里我们就 skip。好的，就进来这个画面。OK， 这里我们就需要先打开这个雷达尾灯。好的，然后再按 Add New Device。呀，你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了，已经 search 到它了。就点击它，让它配对。当你一配对成功的时候，它就会跳出叫你 update。OK， 现在 new version 是 0.110， upgrade 它。OK， 当 upgrade 成功的时候，它就会写 upgrade success。然后你的雷达尾灯，它的灯就会一直这样子亮着，亮闪亮闪。在这个新的 update 里面呢，它就多了几个新的功能啦。第一个就是这个 Power Saving Mode 省电模式。当我们打开这个省电模式的时候呢，我们在 setting 里面是可以调50、60、70、80、90%。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当我们在骑行的时候，后尾没有车的时候，你的灯的亮度它会调整，它会调低。调到你设定的大概50% 还是60%，你这是看个人啦。当后面没有车来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亮度调低，
可是过后有车来的时候，它 sense 到的时候，它就会跑回去你原本你设定的那个亮度。可能我们骑行一段路是没有车的啊，这样它就可以帮你省很多电啊。这个功能是让你的这个灯的续航力可以拉得更远啊，可以更久。OK， 然后第二就是它多了一个 radar display。radar display 是什么？就是当我没有码表的时候，可是我要用这个雷达尾灯的 function， 我要讲显示，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机里面的这个 radar display， 它就可以显示到我们现在目前有没有车在我后围啊这些，就像这个图这样。OK， 这些是给那些可能刚刚要接触脚车的人啊，他们没有码表的啊，这个功能就可以用在手机上面咯，所以是很有用的一个功能啊。第三，它也增加了一个新的灯的模式，就是这个快闪。OK， 这个快闪也是我目前用最多的一个模式啊，这个而且它的续航力可以更久。OK， 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 Quick Flash Mode 这里，你进去里面的时候，你还能调它的亮度。你看现在我是 set 50%， 我把它拉到200，它的亮度是很亮很亮很亮的。所以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啦，看你要怎样 set。然后很人性化啦，现在的 apps 很人性化了。所以当你要用到的时候，你就自己 set 了，你要亮度不亮也好，可能夜晚太暗的时候我不需要太亮嘛，或者后面的人跟着我会很刺眼。OK， 然后包括所有的 setting， radar、black light、warning light 这些，你都可以自行要不要用，要 on 它还是不要 on 它，都可以 set。OK， 包括在其他的 mode 也是。OK， 我现在去这个 flashing mode。OK， 我把它调去 flashing mode。OK， 现在目前我的手上这个就是 flashing mode， 然后我也可以调它的间距，它到底要多少秒闪一次。当我放去 0.1 秒的时候，它就闪很快，看到吗？可是当我 set 去4秒的时候，它就闪得很慢了。这个 flashing dark 就是说，当它那个灯，你看它闪的时候有一个底灯的嘛，那个底灯的亮度我也可以调到最亮去，或者我调到不亮去，都 OK， 关掉。所以它这个关掉它就没有底灯了咯。然后 flashing bright 也是可以调，你可以调自己你要什么亮度啊，这些都可以在 apps 里面做到。包括你不要雷达或者你的 brake light 或者你的 warning light， 这些全部在 app 里面都可以做，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升级啊！所以很人性化，自己可以去setting 啊，你要怎样的 setting。再接下来我们进入 auto sleep mode。auto sleep mode 的话呢，之前它是没有的 set 的，就是它就是有 auto sleep mode， 可是你不能 set 你要多少 minute。现在你可以从1 minute 到10 minute。1分钟到10分钟里面，你可以选。假设我放5分，我通常是放5分钟啦。如果5分钟我没有用它的话，它会自动跟我进入那个 sleep mode。然后当我在脚趾在移动有 sensor 移到的话，它就会自动再亮回了。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功能。所以在这个 0.110 的 version 里面，已经升级到很多东西，很人性化，可以自己去 set。所以希望接下来还有更好的 update 啦。OK， 讲了那么多优点，到底它有没有缺点？其实我发现到有2个小小的缺点啊。OK， 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用这个雷达尾灯的时候，如果后面有一辆摩托跟着我们，可能它的 speed 也不会快，就是跟我们骑的 speed 可能30多这样子的 speed， 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这个雷达尾灯是 detect 不到它的，因为它的 speed 是跟我们一样，它可能会以为是我们后面的骑友一起跟我们在骑着，所以它就不会 detect 到。所以这种东西不能完完全全 100% 去相信它。如果你真的是需要转的话，最后你还是需要转头去后面确认多一次，后面是否真的是没有车没有摩托，所以你才转。OK， 然后第二个缺点，也不算缺点啦，也不关这个雷达尾灯的事情啦，其实是那个码表，美金的码表 C406 Pro 这个 model， 因为我就打算用美金的灯，我去用美金的码表来做测试，可是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码表它的显示是在左手边。因为我了解，因为中国他们的车是靠右边走的，所以它在骑行的话，那个显示在左手边就很顺啊。可是我们除了在中国用，我们马来西亚其实是在左手边嘛，是靠左走，所以这个显示车的在我左手边，我就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我在骑车的话，应该会在我右手边嘛。希望美金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影片，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个小小的 update 啦。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小小的氛围 update 在你的码表里面，然后可以让你显示左边或者右边啊，这样这个码表
就可以给到很多国家的人用啦，不只是单单中国的人用，对不对？OK， 美金，如果你看到我的影片，希望你们可以做这个小小的 update 啦。OK， 如果你是一个人骑车的，一定要买，真的推荐你，好不好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给我一个 like，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还有，记得把这个影片 share 给你身边喜欢骑车的朋友。我们下一期见，拜拜。